當防空系統越建越密，當天空變得前所未有的透明，戰爭的規則正在被改寫。雷達在掃描，衛星在記錄，數據在被融合，每一個信號都在被分析。所有國家都在追求同一件事：更快的發現，更快的反應。但美國意識到，未來的勝負不在看見什麼，而在來得及做什麼。於是他選擇了走向另一條道路，不是提升存在感，而是降低被定義的可能；不是爭夺戰場的注意力，而是争夺走对手的反應時間。這就是 B-21 的意義。它不是為了在雷達上贏得生存，而是讓雷達本身失去價值；不是為了突破每一道防線，而是為了讓防線在關鍵時刻變得不可靠。它的威力不來自速度，也不來自噸位或炸藥列表，它的核心是一種新的戰爭邏輯，讓決策癱瘓，讓節奏斷裂，讓衝突在爆炸前就被凍結。當它離開地面，進入夜空，它改變的不是天空的形狀，而是衝突的時間線。对手越依賴系統，它就越瞄準系統；对手越依賴速度，它就去改变反應的條件。它不是为了一場戰爭而生，而是為了一整條戰爭曲線而存在。它不給敵人第二回合，它不給戰爭拖入消耗戰的機會，它只做一件事，在最初的那幾個小時決定最後的結果。這就是 B-21 的主場，黑夜只是背景，真正被它控制的是時間。B-21 的出現根本原因只有一句話：舊的威懾方式已經不夠用了。美國不是沒有轟炸機，但現役力量已經無法面對新的戰場現實。B-2的隱身曾經無懈可擊，但3個弱點讓它越來越難適應未來：太少、太貴、太脆弱。數量太少意味着它無法形成持續威脅，成本太高意味着它無法頻繁出動，維護太複雜意味着它不能隨時被使用。當一款戰略平台能飛但不能常飛，它的威慑力就已经折扣。與此同時，敵人的防空網絡進入了新階段，雷達更多，頻段更多，數據融合更快，算法更狠。不是一部雷達在尋找目標，而是一整套體系在尋找可信證據。就是隱身還能躲過一台雷達，但它擋不住整個國家的感知網絡。更麻煩的是，時間被壓縮，防空反應更快，火控鏈條更短，攔截節奏更密。過去可以爭取幾小時，正在變成幾分鐘，甚至只有幾十秒。美國發現舊平台已經無法保證第一波打擊必須命中，首日行動必須破局，決策鏈必須被切斷。這就是 B-21 被推上台面的真正理由。它不是為了替代 B-2，它是為了替代已經過時的戰爭方式。它要解決的是一個新問題，讓戰爭在失控之前被鎖在可控範圍內，不打持久消耗，不等局勢惡化，不讓對手有第二選擇。B-21 的任務不是把炸藥送出去，而是把時間奪回來。新防空體系越強，它的存在就越必要。美國需要的不再是一架能突防的轟炸機，它需要一架能改變時間的人，能在最初時刻打斷系統，割裂指揮，終止升級，能在爆炸出現之前先瓦解做決定的能力。所以它不是選項，它是必須。隱身從來不是消失，它的目標不是讓敵人看不見，而是讓敵人無法確認。在 B-2 的時代，隱身靠形狀吃飯，靠折線，靠角度，靠將雷達波往別的方向彈走。那是一種躲單一雷達的邏輯，它只要對付一束波就能活下来，這就是幾何隱身。但現代防空变了，雷達不再是單點感知，它變成一张網。低頻雷達抓外形輪廓，高頻雷達做近距成像，紅外傳感器捕熱源，被動監聽找輻射，天基偵察在軌盯着天空，所有數據會被融合在一起。當敵人不靠一次發現，而靠多次交叉確認，幾何隱身就無法單獨取勝。它能躲掉看到，但躲不掉拼圖。所以 B-21 換了思路，它不壓低某一特徵，它管理所有特徵。它不是躲雷達，它是躲結果。這就是谱系隱身。譜系隱身追求3件事：第一，讓信號更小，外形更克制，縫線更少，蒙皮更乾淨，它讓雷達回波難以突出。第二，讓信號更亂，熱不是一個亮點，而是被分散成背景的一部分，它讓紅外特徵不穩定、不可鎖。第三，讓信號會變，它動態管理反射與熱特徵，系統看見你卻抓不住你，看得見鎖不準，鎖得住打不準。當雷達給出一個疑似，紅外又給出另一個不確定，被動監聽卻說像背景噪聲，系統就必須猶豫，
猶豫就等於失去時間。舊隱身是讓雷達看不見，新隱身是讓體系看不準。B21不是減少被發現的概率，它是減少被授權攻擊的概率，這是本質差異。它隱身的對象不再是雷達本身，而是敵人的火控決策。敵人越依賴數據，他就越摧毀數據的確定性，這就是隱身的第二次革命。突防曾經靠速度，靠更快的巡航，靠更高的高度，靠在你反應之前我已經離開，那是上一代轟炸機的思維。B47如此， B58也如此。速度就是生命，突防就是競速。但今天這套邏輯已經失效。現代防空不是看到之後追擊，而是在你靠近之前鎖定。它不等你闖進來，它提前把天空變成一道過濾器。速度越快，軌跡越清晰，高度越高，曲線越明顯，你的存在反而更容易被系統標記。因此 B21不去比速度，它直接比存在感，不是甩開雷達，而是讓雷達失去意義。它選擇的突防方式叫信號沉默，不是靜音，而是不產生可用於決策的信號。它壓低回波，分散熱源，鎖住輻射，縮小特徵，拉平曲線。它把自己變成背景的一部分。在遠距離它模糊，在中距離它不穩，在近距離它難鎖。整套邏輯只有一句話：不給敵人形成航跡的條件。因為现代拦截依賴的是航跡，沒有航跡就沒有攔截點，沒有攔截點，導彈、火控、戰鬥機都無法進入下一步。這就是 B21的突防核心。它不是突破防線，它是讓防線不知道該在哪裡封鎖你。所以它不需要速度換生命，它用不可定義的存在換來不可授权的攻擊。突防邏輯就此反轉。舊時代是搶時間窗口，新時代是制造時間空白。當敵人的火控因為不確定而停頓，當指揮鏈因為無法確認而遲疑，這架飛機就已經穿透成功。發動機不是為瞬間衝刺而設計，它為長時間低特徵巡航而優化。這意味着熱學更可控，這意味着電磁表現更穩定。恆定才是隱身的朋友。航程不是炫耀數字，航程是時間窗口的延伸。從遠基地起飛，直接進入縱深，不必頻繁加油，不必暴露中继節點。這把敵人的準備時間壓成小時，壓成分鐘。任務節奏由航程和隱身共同決定。它能等待，在關鍵時刻它出動。這不是衝刺，而是恰好出現才能重置節奏。B21從一開始就被當作網絡節點來設計，它與衛星、預警機、電子戰平台聯動，它既能當先導，也能當觸發器。偵察先行，情報下達。B21切入並放大效果，一次出動撬動多條戰線。它的彈倉不再是單一功能箱，可以攜帶多層次武器。精確常規炸藥用於物理打擊，電子戰與干擾器用於信息癱瘓。未來還有可能對抗天基偵測的小型裝置。任務不再是投彈，而是分級壓制，可控升級。可用率是時間博弈的關鍵。B2的維護周期限制了其戰時價值。B21在設計中強調可維護性，地勤時間更短，準備更快，出勤次數更多，戰術選擇也更多。時間的力量具備疊加效應，一次精準打擊有效，但連續短時打擊能帶來非線性結果。敵人被迫分散情報資源，被迫提前暴露部署，被迫把預算和注意力持續消耗。這就是將能力變成戰略的方式。B21不只是能到達某處，它能決定何時到達。當你決定對手必須在有限時間內反應，你就把主动權握在手裡。时間是最難被夺回的資源。B21的任務就是把时间留給自己，把對手逼入被動，讓戰爭在第一小時就開始傾斜。炸彈可以摧毀建築，但真正改變戰爭的是決策被打斷。B21的目標不是堆積破壞量，而是削弱對方做決定的能力。他先看向神經中枢、通信中心、指揮節點、空中預警平台，這些位置一旦受創，信息就會碎裂，信息碎裂，指揮就會迷失，迷失帶來遲疑，遲疑帶來空白。單一打擊未必致命，但聯合作用會有指數級效果。電子戰壓低傳感器性能，網絡攻擊干擾數據流，精準打擊摧毀關鍵硬件，三者同時進行，鏈條就會被切斷。指揮不是機器，它是人做決定的過程。人需要可信的信息，當信息不可信，責任變重，責任變重後，行動就會變慢，慢下來就是被動。B21讓對手面臨兩難，要麼冒險開火，要麼等待確認。冒險可能造成錯誤激發，等待
可能失去最佳反應窗口，任何選擇都對防守方不利。這種打擊可以分級，先干擾，再壓制，再摧毀，這給攻擊方留下回旋餘地，可以升格，也可以收手。這是一種可控的威懾，能逼對方就範，能不致命而示警。癱瘓不是瞬間完成，它是連鎖反應的結果。一次通訊中斷導致追蹤延遲，一次延遲導致攔截失效，一次失效導致更多節點暴露，連鎖放大，最後指揮體系癱瘓。政治影響也隨之而來，國內壓力上升，盟友疑慮增長，決策層面被迫重新評估行動成本，戰爭的政治阻力因此變大。這正是 B21要的效果，把軍事壓力轉換為政治槓桿。最後一點是可預見性 ，B21的打擊方式讓衝突結果更可控，不是盲目摧毀，而是精準削弱選擇權。當對手的選擇變少，戰爭結局就被提前鎖定。這就是他真正投掷的不是炸彈，而是時間與選擇權。B21不是要取代誰，他也不想把航母或潛艇推下舞台，他要做的是改变這些力量的用法，把单點能力連成一條時間線。航母展示存在，潛艇持續隱蔽 ，B52提供彈量，B21提供第一個窗口，先創造窗口，後讓其他力量進入，這是他的核心角色，鑰匙階層。任務序列很簡單，衛星先給寬域偵察，情報中心做目標分配，預警及提示態勢 ，B21切入，癱瘓感知樞紐或撕裂指揮鏈，隨後航母、轟炸機、導彈群在被創造的窗口內行動。這種順序並非固定，但邏輯是先割裂決策鏈，再放大打擊。無人僚機是倍增器 ，B21能引領無人機、無人機偵察、誘餌、電子壓制，它們能吸引火力或快速確認目標。有人機加無人機的組合拓展了 B21的觸手。AI 在這個網絡裡不是點綴，它是大腦，把海量傳感器數據快速整理，給出可執行的打擊建議，縮短人機決策鏈，讓 B21能在短時間內轉換任務優先級。談彈藥就是談策略。B21不只是投擲重型炸彈，它能攜帶分層炸藥，精確常規彈用於截點摧毀，小型反傳感裝置用於干擾天基或空機感知，電子戰包用於暫時盲化對手。任務設計強調梯度與可控性，基地與盟友層面影響明顯。遠基地變得更加有價值，盟友可以減少把最昂貴編隊暴露在高風險海域的需求，政治成本因此降低，但同時盟友也要承受被牽連的風險。後勤與出勤率決定了戰略彈性 ，B21的可維護性高，出勤快，頻繁的小規模出動比一次大規模投擲更能拖垮對手。這是一種耗盡對手注意力和預算的策略，對手會被迫兩難，要麼把力量向防空堆站，消耗國力，要麼保持分散，承受被局部突破的風險。這種選擇本身就是戰略勝利。最後 ，B21的價值在於放大協同，它把海、空、天、網連成一張時間敏感的網，在這張網裡，它既是鑰匙，也是觸發器。一旦它在正確時刻行動，整個體系的效用會被成倍放大。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是，對手的對應手段，他們能攔得住嗎？能減損，但能否徹底阻止？能不能防住 B21？ 答案不是簡單的能或不能，更準確的說法是可以降低成功率，但難以徹底阻止，而且代價極高。对手的第一反應是堆感知，更多雷達，更多頻段，更多預警機，天基、空基、地基多層疊加，他們試圖用數量與覆蓋來彌補技術上的短板，同時把被動監聽、小型傳感器3板縱深形成密集網格。接着是算法競賽，把各類信號快速融合，用 AI 去剔除噪聲，拼接航迹，目標是把碎片證據連成一條可信軌跡。這是對 B21最直接的反制思路，把不確定扭回成確定。還有攔截層面的準備，布置更遠的中遠程攔截器，保持戰機高頻巡邏，設置誘餌、彈幕、電子干擾，目的只有一個，當那個不確定的目標出現時，立刻把它變成目標。但問題在於連帶成本，感知越密，維護越貴。雷達與攔截器不是一次性買賣，需要人，需要訓練，需要彈藥庫存，需要後勤。而且越多的平台在空中待命，越容易被 B21的電子戰與誘餌牽着走。技術也並非萬能，低頻雷達能探到模糊影子，但定位精度不足。紅外可以補熱，但熱管理可以被分散。被動監聽能探輻射，
但 B-21可以把自身融入背景噪声。多个信號來源有時反而製造矛盾證據。當算法面對相互衝突的數據時，誤判與延遲就成了常態。政治與資源的限制更難逾越，大規模防禦需要長期投入，這涉及預算審批、外交協商、基地權限、盟友配合，不是短時間內能徹底改變的戰略選項。而且，持續高強度防禦會把國家資源往防禦堆裡推，削弱其他能力與戰略靈活性。所以對手面臨一個兩難選擇，要麼把全部資源投入到防空與感知上，耗費國家能力以換來更高概率的攔截，要麼保持資源平衡，接受在某些時刻被局部突破的風險。兩種選擇都會被 B-21利用，前者被消耗，後者被突防。還有一種可能是攻擊性回應，如果防禦覺得成本太高，他們可能選擇先發制人，削弱對手的基地，破壞其發射平台，打擊其感知網絡。但先發制人帶來的升級風險極大，它把戰略博弈推向更危險的邊緣。當我們考慮戰爭的全局，不應只看一次攔截的成功，應該看長期資源消耗、政治承受力與決策節奏的變遷。在那一層面上， B-21已經開始改變對手的選擇，這就是它的另一種戰力，讓防禦為了追一架飛機，付出遠超單次打擊能帶回來的回報。B-21的價值不在爆炸瞬間，也不在被拍到的畫面，它在於存在本身。存在就改變了計算。對手面對它，要麼投入巨量資源防守，要麼冒險在信息不全時做決定。任何一條路都把成本推向對手。這種成本不只是彈藥和雷達，還有政治壓力，還有盟友協調的摩擦，還有國內輿論與預算拉扯。軍事對抗逐漸變成國家能力的競賽。當戰爭的邊界被重新定義，戰爭的起點也被重新界定。B-21讓是否開戰這個問題更難回答。它把決策的門檻抬高，把衝突的代價放大。我們常把軍備看作工具，但有些工具作用更像一種語言。它在談判桌上發聲，它在危機時刻給戰略家時間與選項，它在需要時能出手，在不需要時只要存在便足夠。這就是 B-21的本質，一種能把時間和選項握在手裡的力量。它不保證每次出動都成功，但它保證了戰略的彈性，保證了在危機初期把棋子擺在更有利的位置。歷史會記住武器的使用，但戰略會記住武器存在所帶來的長期改變。B-21的意義正是在這長期改變之中，它把戰爭的焦點從戰術的破壞轉向決策的控制，這是一種更隱蔽也更持久的勝利方式。如果我們從更高的視角看它，B-21並不是在製造更多戰爭，而是讓更多戰爭不必發生。這是最冷靜也最有力的解釋。